我是一条热心肠会护蛋的公蛇。蟒蛇邻居家里有10几条小蛇，忙着给冬眠做准备，便拜托我帮他护一颗蛋。这颗蛋和从前邻居家的每一颗蛇蛋都不一样，是火红色的。我小心翼翼地呵护蛋蛋，每天和它缠在一起，白色的尾尖在深夜里轻轻地拍打蛋壳。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火红的蛋壳在月光的照耀下亮晶晶的，我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蛋。自从邻居窝里有了这颗蛋，谣言四起，2条蛇都是黑色的，怎么会下出这么大的蛋呢？一定是有一方出轨了。因为这颗蛋，邻居夫妇整天以泪洗面，甚至几次想要将蛋蛋推下悬崖。冬天快到了，身强体壮的我早已做好了过冬的准备。我是艾亚森林里极特殊的白蛇，鳞片有着雪花般的纹路，大家要冬眠，可是我不用。蛇把我当成异类，不愿和我交流。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自我有记忆起就待在这森林里了，直到我提出要帮冬眠的蛇照看蛇蛋，我的蛇缘才渐渐好了起来。平常对我视而不见的蟒蛇夫妇拜托我孵化蛇蛋，我欣然答应。我找到一处干燥、温暖、隐蔽的洞穴，把蛇蛋紧紧围在身体中间，形成一个蛋巢，不断的收缩肌肉，产生热量，给蛋蛋保暖。偶尔用舌头舔蛋壳，保持一定的湿度，防止蛋干裂。洞穴外寒风呼啸，洞穴内却静悄悄的。以往都是我一蛇独自度过寒冷的冬天，现在我终于不是单独一蛇了。我真要谢谢蟒蛇夫妇，给我找了个伴。移动着的白色鳞片摩擦着蛇蛋，大大的蛇蛋几乎有我大半个蛇身那么高，圆滚滚胖乎乎的，越看越觉得可爱。这一定是一条强壮的大型蛇类，我日日夜夜陪伴在它身边。冰冷的蛋壳被我捂得暖乎乎，洞穴外已成了冰天雪地，雪花一片片飘落在大地上，形成深厚的积雪。已经过去2个月了，蛋蛋一点变化也没有。或许这颗蛋要孵满整整3个月。我轻轻蛋壳的腹部，宝宝要乖乖的哦。第3个月的某一天，蛇头须靠在蛇蛋上的我听见了蛋壳碎裂的声音。冬天过去了，春回大地，积雪融化，清晨的阳光透过洞穴口洒下一片金黄。我惊喜地看见蛋壳一点点裂开，忽然中间一片蛋壳被撞得凸起来，我忍不住想帮这个小家伙，凑近试图咬开蛋壳，没想到下一秒，蛇宝用力撞开蛋壳，蛇头狠狠撞上我的尾部，我被吓了一跳，和蛇宝大眼瞪小眼。蛇宝浑身火红，漂亮的不得了，幼年体的身躯几乎有我的成年体那么大。蛇宝刚出壳，蛇头还是软软的，撞蛇并不痛，可我的蛇头可硬了。我着急忙慌地查看它是否受伤。宝宝，快让我看看。我探到它的头顶，仔细检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蛇宝大大的眼睛看着我，一动不动，感觉有点呆，不会是被撞傻了吧？我赶忙咬住一片蛋壳，爬出洞穴给蛇宝接点水来喝。一转头，蛇宝居然爬出了蛇蛋，整条蛇紧紧跟在我尾巴后面，学着我的样子嘶吐舌信子。宝宝，我呆立在原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蛇宝刚刚在说宝宝，刚出壳就会说话，蛇宝简直是天才，不愧是我孵出来的宝宝。我挺起蛇身，骄傲的不得了。趁我思考期间，蛇宝快速爬到我身上，蛇身一圈一圈缠住我，火红的鳞片与白色的鳞片相互摩擦，我这才意识到它的鳞片凉凉的，洞穴口那么冷，怎么受得了？我赶紧孤勇回洞穴深处，一不注意，浑身上下都被缠了个满满当当。我之前弄错了，蛇宝的幼年体实际上比我的成年体大得多，蛇宝的身子缠住我还有淋雨，丝丝的蛇信子痛着我痒痒的。我理解，蛇宝应该是把第一个见面的人当作他的妈妈，刚出生安全感很低，所以必须要跟在妈妈身边。但是这样的话，就无法出去给蛇宝找水喝了。突然间，我灵机一动，可以像之前舔蛋壳一样，让蛇宝保持湿润。于是，我伸出蛇信子舔蛇宝的鳞壁，舔着，蛇宝突然浑身一震，怎么了？他呆了呆，把头凑到我面前，用吻部碰我的吻部。我想起奇幻森林里有的妈妈会在幼崽小的时候把食物嚼碎了喂给宝宝。蛇宝吐出蛇信子，犹豫了一下，我舔了舔它的蛇信子。对了，还不知道这是个熊宝宝还是雌宝宝呢。福至心灵，我低头一看，原来是个熊宝宝，又舔了舔，还渴吗？蟒蛇夫妇还未醒来，我就主动担负起了照顾蛇宝宝的责任。它火红的鳞片真的红得要眼，在阳光下还一闪一闪的，就叫它红红吧。红红，多好听啊！红红，就叫你红红好不好？它转身用冷酷的尾尖对着我，红红，喊它好几次，就是不理我。看来是不喜欢这个新名字，我有点难过。一蛇独自缩在角落里长蘑菇，还没来得及好好悲伤，蛇宝从洞壁上爬过来，又把我团缠住。红，它淡淡的嗯了一声，可能是在蛋壳里的时候，我天天对着蛋蛋喊宝宝，以至于红只管我叫宝宝。宝宝，我摇摇尾尖以示听见。正是红长身体的时候，我给它补回好多食物，有蛙类、鼠类、鸟类，还有一些较大的哺乳动物，如野兔、野猪、鹿等，但它什么都不吃，真的是愁死我了。不吃东西怎么行？身体会受不了的。我愁得团转，尾巴都差点打结了。难道是上次撞头把脑子撞傻了？心脏砰砰跳，我感到十分心虚和愧疚，都是我不好，害得红变成这副不吃不喝的样子。突然间，灵光一闪，福至心灵，幼崽大多都是要妈妈喂食的，它们还那么小，没长牙，妈妈不喂，说不定就会饿死。我把野猪肉撕成薄薄的好几片，送到红口边，吃，来吃。红终于肯张开嘴，吃呀吃。它光张着嘴，却不肯把肉叼进嘴里。没办法，我只好让它把嘴巴张大一点，探头喂进它嘴里。终于肯吃了，盯着它实在吃完几片猪肉，我才稍松了口气。我又故技重施，撕下猪肉片喂给它，可它这回却怎么也不肯吃了。
吃嘛吃嘛，好好吃的，用头蹭它。红红乖，吃肉肉长高高。他撇过头，一言不发，又一圈圈缠住我。这几天红红长得也太快了，我从没见过哪条蛇生长速度那么快。它身上红色的鳞片出现更加繁复的纹路，这些纹路还会在夜里自动发光。现在它的舌头已经比我大了，蛇身粗长好几倍，可以把我缠得密不透风，力气也大，稍稍一用力我就动弹不得。放眼整个艾亚森林，这绝对是从未有过的现象。可我一点也没觉得奇怪，看看我不也和其他蛇不一样吗？为什么非得大家一样才好呢？那多么无趣啊！好在红红虽不肯多吃东西，但她一点事也没有，反而十分健康。可是看她不吃东西，我真的好怕她哪一天会离开我。乖红红，吃！红红用自己的身体建起高高的围墙，把我圈在里面，就像她还在蛋壳里的时候我对她的那样。我扬起脑袋，伸长身子，把肉片喂给她。吃呀！她接过肉片，下一秒，在我期待的目光中，把肉片重新兑到我嘴里。宝宝，你吃，不要。红红吃，就这么推来推去，推了半天。两条蛇像机器人一样重复这个画面快半个小时，最终红红叼起肉片，一个用力甩出去，肉片吧嗒一声摔在地上。巨大的蛇身把我缠得更紧了。远远看去，坚硬繁复的红色鳞片在移动间偶尔露出一点白色的鳞片，那是被缠住的我。竖起的金色瞳孔直直地盯着我的吻部，要舔。说着，试图顶开我的吻部。往年最多再过10天，邻居夫妇就会从冬眠中醒来，今年估计也不会例外。春风拂过艾亚森林，蓬勃的绿意破土而出。我看着眼前连睡觉都要和我拧麻花拧在一起的红红，想着是时候该带她出门捕猎了。虽然红红年纪小，但身体发育上已经像个无比成熟的大蛇。洞穴角落里是她不知什么时候蜕下的蛇皮，蜕皮后的红红出奇的强壮，蛇身宽度有我4的那么大，蛇身长度没有测量，但是红红平时缩在洞穴里，几乎要将半个洞穴占满。明明之前还是和自己体型差不多的。红红睡眠前，只要我稍微往外爬，她立刻就会睁开那双巨大的鎏金眼睛，在黑暗的洞穴里亮晶晶的，像人类的大灯泡。我轻轻地移动身体，果然，红红立马警觉地睁开眼睛，细致地将我上下检查了一番，闭着眼睛又要继续睡。红红，醒醒，今天我们要一起出门捕猎。我轻声说，她点头，眯着眼睛将我放在她背上，我的舌头趴在她舌头上，以极快的速度爬出洞穴。再怎么说也应该是长辈背晚辈，可是红红身形巨大，我背不起她。愧疚感又一次侵袭我。早春时期很多小型猎物，如鼠类、蛙类、鸟类，数量还比较少，活动范围有限，再加上红红还是个宝宝，肌肉力量、反应速度、攻击精准度都还处在低水平阶段，所以捕猎会难上很多。红红一出洞穴就往一个特定的方向快速爬行，一点犹豫都没有。红红，不是往这里走，我们今天要捕的是小型猎物。可是红红现在前进的方向分明是给宝宝补身体，不用，真的不用，我身体强壮着呢，应该是我给红红补身体才是。可我怎么说他都不听，他爬行速度过快，我想下来都难。那可是鳄鱼啊，我没见哪条蛇成功捕猎过。我小瞧了红红的肌肉力量，它越爬速度越快，周围掠过的景色都模糊起来，没几分钟就到达了目的地。红红把我妥善安置在一处安全的地方，警告我不许出来，最后把我全身上下缠了一遍，就向着鳄鱼的方向悄然前进。鳄鱼离我们很近，几百条鳄鱼爬出水域，到岸边晒太阳。我现在能做的就是保持安静，不惊扰到鳄鱼。万一红红有事，我跟这些鳄鱼们拼了。分明没有蛇教过红红怎样在猎物附近藏匿，我也只是在他像看守宝物一样守住我的时候，和他絮絮叨叨地提过几句。现在连我也不知道他藏到了哪里。红红简直是捕猎的天才。10分钟过去了，红红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我的心更慌了，是不是红红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出事了？下一秒，水面泛起巨大的波浪，红红一口咬住一条落单鳄鱼的颈，把它拖出水域，用巨大的身体迅速缠紧。鳄鱼挣扎几下便窒息而死。其他鳄鱼感受到入侵者，纷纷赶来，但是为时已晚。红红咬住猎物，一下子就不见了。汹涌的水面一下子变得平静，好似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错觉。我嗅到猎物渗血的气息，是红红，她带着猎物安全抵达。红红，太棒了，棒棒棒！我激动得语无伦次。红红是真正的天才。红红放下猎物，又一点点缠住我，鳞片下的肌肉孔武有力，你差点吓死我了，你知道吗？一番麻花缠绕之后，我们带着猎物返回，途中遇到其他蛇类，它们纷纷俯下身，嘴里念叨着王宝宝吃。红红自己捕来猎物却不吃，学着我从前喂它猪肉的样子，把猎物撕开，选出最新鲜最可口的部分喂给我吃，补身体。它叼着肉，不停地触碰我的吻部，鎏金眼睛透着倔强。你不饿吗？他说自己不用吃饭，要给宝宝补身体，宝宝吃，像人类的复读机一样，一直重复这句话。我怕我不吃，他真的会说上一整天。我大口大口地咽下鳄鱼肉，以前从来没吃过，没想到鳄鱼肉那么好吃。刚吃完1块，红红又摇着尾巴喂第2块，吃完第2块，又是第3块、第4块，真的吃不下了，肚子好撑，再吃下去迟早变成一个大胖蛇。我盯着眼前锲而不舍地喂食的红红，担心极了。刚刚他运动量那么大，肯定消耗了大量体力，不吃东西怎么行？我接过红红叼来的肉，反过来喂他，没成想他直接把肉甩出去，吐着蛇信子，要舔。我仰起头舔舔他的大脑袋，外面有水可以喝，不要，要舔。
对于这件事，红红尤其执着，我没办法，只好依了她。毕竟红红还只是个孩子。经过观察，我发现红红是真的不需要吃东西，她只会说自己渴了，但绝不会说自己饿了。不吃东西也不影响她身体成长。那么大一个洞穴，都快要住不下她了。今天是蟒蛇夫妇从冬眠中醒来的日子，是时候带红红认祖归宗了。我十分不舍。这些天，我已经把红红当成了自己的亲儿子，我们亲密无间。我不敢想，没有红红的日子我该怎么办？我跟红红说要带她去见她真正的家人，红红不肯去，一直喊我宝宝宝宝，还一个劲蹭我。红红身子那么大，她要是不肯动，没蛇能奈何得了她。于是我只好去把蟒蛇夫妇请过来见红红。再次见到蟒蛇夫妇，我心里疑窦丛生。蟒蛇夫妇全身都是黑色，为什么会生出一个红色的蛇宝宝呢？而且红红的体型比蟒蛇夫妇大得多，哪里都不像。仅在洞穴外远远往里看一眼，蟒蛇夫妇就不敢往再前了。这不是我的孩子！蟒蛇夫人尖声大叫：“他是恶魔，是恶魔！恶魔偷走了我真正的孩子！”蟒蛇丈夫脸色大变，一口咬定妻子出轨，场面极其混乱。蟒蛇夫妇甚至开始互相撕咬起来。最后，没有蛇愿意要红红，我的内心生出卑劣的窃喜。没关系，爸爸妈妈不要红红，我要，我可稀罕红红了。没有自己的父母在身边，我想这对于红红来说会是一件十分伤心的事。我思考着该用怎样的措辞和红红说，然而我一进洞穴就被红红快速圈在最中间。陌生雌性和雄性的气味，又长又粗的蛇信子舔上我的鳞片，巨大的蛇身不容分说缠绕住我。不是陌生的气味，是你爸爸妈妈的气味。巨大的流金眼睛停在我面前，竖起的瞳孔咒锁，我杀了他们。红红转过头，循着味道跃出洞穴，我赶紧拦住了他。这个发展不对啊，怎么变成大义灭亲的戏码了？之前我出门打猎的时候偶遇别的蛇，红红也是这么生气。那一次我好说歹说，哄了几天才哄好。现在我终于意识到红红对我的不占有，她绝不允许同类的气味出现在我的身上，一点点都不行。我内心生出一丝卑劣的窃喜，但同时我又责怪自己，是自己把红红教坏了。红红乖，以后我再也不会和他们见面，我保证只和红红见面，他们不要红红，我要红红好不好？红红又开始摇蛇尾巴，伸出蛇信子舔得我脑袋湿漉漉的。看红红的这个表现，我想她是不排斥我的。但从今天开始，我便是她的长辈了。我挣脱出被她缠住的脑袋，直直地看着她。换老豆。红红歪头，我又一次说道：“换我老豆，来，跟着我一起念。老豆，换老豆。”我有点伤心，红红以前可不是这样的，现在怎么连一声老豆都不愿换？我虽然跟她没有直系关系，但我护了她，带了她，尽到了长辈的职责。为什么不肯换我一声老豆呢？红红的那双流金大眼睛，现在看起来又呆又蠢。我生气了，不想理她了。我又爬到洞穴角落里找蘑菇。忽然间，我感觉尾巴被什么粗壮的东西缠住。宝宝，宝宝不要生气。哼！我用尾巴尖对着他，不接受他的安慰。宝宝，是宝宝，不是老豆。由于红红一直不肯换我老豆，我非常之难过。不管他说什么，我就是不理他。现在他已经有了独自生存不挨饿肚子的能力，就算不吃东西，身体也没事，所以我不担心他。但是我的肚子却在早上咕噜咕噜叫。我别扭地转过面向石壁的身子，红红不见了。昨晚他一直试图缠上我，被我赶了下来。他就用粗壮的蛇身把我围得密不透风，怎么大早上的突然不见了？我立刻爬出洞口，眼泪都要流出来，真的要急死了。早知道就不逼他了，还好没有担心多久。远远的，我看见红红繁复的红色鳞片在阳光下亮晶晶，正朝着洞穴的方向快速移动。与之一块移动，还有一条肥美的鳄鱼。原来红红是外出打猎了，是我错怪她了。红红远远的看见我，爬行速度陡然加快，眨眼间就来到了我面前。她把鳄鱼往我这边推，宝宝吃，补身体。我把鳄鱼肉撕开，喂给红红，你也吃，补身体。红红又一次拒绝我的投喂，老豆，多吃肉，补身体。或许是因为红红是我亲自抚养长大的，所以红红误会了，以为我是异性，不一样，所以要补身体。红红真是个乖孩子，老豆保护红红，不会让红红受伤的。红红摇着尾巴，固执地喂我吃鳄鱼肉，也不知道他到底听进去了没有。红红频繁地出门捕猎，便招法捕回各色猎物，鹿、羊、马、狮子、老虎、熊，也不知道红红是怎么毫发无伤地捕回这些动物。森林里的蛇类见了红红就匍匐行礼，簇拥红红为王。洞穴已经容不下红红庞大的身躯，红红背着我搬到一处风水宝地，这是高山崖壁上一处巨大的洞穴。洞穴前有一方大石台，周围没有任何天敌，非常安全。从洞穴里往下看，整片森林一览无余，视野开阔。穿过森林就是人类的聚集地。与红红相处的时间越长，我越发意识到它不是普通的蛇类，它可以控制身形随意变大变小，面对除我以外的生物时会散发强大的威压，不靠食物来充饥，每天睡醒都比前一天更强大。蛇群在它面前奉它为王，背地里却称它为怪物。无论他们是怎么看待红红的，都无所谓。红红在我眼里就是又孝顺又乖又可爱，不管红红变成什么样，都是我的乖儿子。这几天红红的行为有些反常，我才发现它的繁殖期快来了。他不出门捕猎了，一缠我就是一天，身上还有股说不出来的香香气味，随时把我笼罩。
这股气味传出洞外。第二天出门一看，外面全是被特殊期折磨的难受的母蛇，各种气味混在一起，浓郁且刺鼻。他们祈求红红的怜悯，被红红一个甩尾全部轰走。红红冲去水中，把自己全身洗了一遍才回来时浑身湿漉漉的，东歪西倒，感觉意识都不清醒了。巨大的蛇头一个劲的蹭我。红红，老豆替你找个同伴吧，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或许我是雄性的原因，所以我并没有被红红特殊期的气味所影响。自打出生起，我就没经历过特殊期，也没有和其他异性组建家庭，但是没吃过猪肉，还是见过猪跑的。有一次捕猎伏击时，我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作为红红的好老豆，我得帮他寻找一条体型差不多的同伴。不要！红红犟得很，说什么也不愿找母蛇。巨大的蛇身挡住洞口，洞内一下子变暗了，一丝光都透不进来。红红乖，话还没说完，红红阻断我的话，那双巨大的鎏金眼睛盯着我，眼神里带着宠溺关怀。老豆，红红终于肯唤我老豆了，但是我仍旧拒绝了红红。她什么也没来得及做，就被我赶出洞穴，在冰冷的池水里过了一夜。特殊期持续了快1个月，之前红红大量捕猎回来的食物有了用武之地。被红红赶走的母蛇不死心的蹲守在洞外，被红红一次又一次暴怒着赶走，实在忍不了次次被打扰。红红带着我连夜搬家，找到了一处清静之地，这里离人类的地盘很近，一般动物都不敢来这里，但红红不是一般的动物，胆子大得很。鎏金眼睛执着地看着我，宝子补身体。红红每天给我捕猎回来食物，我这段时间的胃口确实比以前大了些。我看着红红那比我大几倍的身躯，实在想不明白红红是怎么做到身体一天比一天强壮的。我的体型在艾亚森林的蛇类中算是比较大的那一种，但是跟红红相比就差了很多了。红红看着我，一脸认真地说想成为飞龙翱翔天空。我看着红红那呆萌的样子，忍不住跟她说道：蛇怎么能变成龙呢？红红把蛇头靠近我，用她那鎏金大眼睛看着我，一脸认真说道：只要我够努力就可以。努力错了方向好吗？再怎么努力，方向错了就是没有结果。但是我说不过这个犟主，只好顺其自然，让他认清现实。食物快不够了，红红又每天出门打猎，鸡、鸭、鱼、兔、鸟、豹、熊、鹿、羊、马，每一天每一餐都不重样，势必让我吃到最新鲜最鲜嫩的那一部分，还每天晚上给我按摩，帮我挠痒痒。我过上了皇帝般的生活，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愈发感到不对劲，我平坦的腹部一天天大了起来。起初我以为是吃的太好了变胖了，然而后期我食欲不振，行动变缓，怎么说也该瘦了，却一天比一天胖。更不对劲的是，红红总是用那种怪怪的眼神看我，让我浑身发毛。她还会每天亲我的腹部，希望我快点下蛋，说这群小崽子和他抢老婆，她后悔让我揣蛋了。不是吧？难道我真的揣蛋了？我用一整天消化了这个事实，早该想到的。红红不是一般的蛇，有些特殊的能力也不奇怪。想到肚子怀着一窝蛋，我有点恍惚，见到红红就越发不爽，每天都要狠狠抽她几下才能心平气和吃饭。但是她皮糙肉厚，鳞片坚硬的很，每次打完她眼睛就更亮了，以为我在和她玩了，又呼哧呼哧将我缠得密不透风。亲亲，亲你个头！吧唧一声，我的头湿漉漉的，更气了怎么办？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我浑身乏力，再美味的食物也提不起兴趣。红红干脆不捕猎了，每天守在家里，时不时就舔我的肚子上的鳞片。突然有一天晚上，我从睡梦中醒来，下蛋的欲望非常强烈。红红立马睁开眼睛，检查我的身体状态。我知道自己要下蛋，但是想到红红在一旁看着我，我就浑身发烫。我命令红红转过身，不许看我，不许进来，自己一蛇爬到洞穴深处，独自产蛋。产蛋的过程异常顺利，我通过腹部肌肉的节律性收缩，将卵蛋逐一排出，每枚蛋只间隔几分钟，蛇蛋呈椭圆形，外壳全是火红色的，直到我生出最后一颗，才终于是红白相间的。蛋壳表面有粘液，部分蛋壳较软，随着时间变化逐渐变硬。我松了口气，仰头一看，红红不知道在洞穴壁上看了我多久，被发现了还恬不知耻，顺势爬下来，又快速的将我缠住。红红身体很烫，赶她走她也不走，蛋刚生下来还热乎着。我想孵蛋，但红红不这么想，她把蛋挪得远远的，让它们自生自灭，把我缠得死死的。我张嘴用力咬她，但是我低估了红红的不要脸程度。不在特殊期，她居然想和我生二胎，不孝子，大逆不道！我言辞拒绝了她。他什么也没来得及做。听说人类信奉蛇神，将蛇神的图像运用于祭祀、庆典、婚嫁等各种事务上，每家每户必有供奉蛇神的香火。本来我是不信传言的，可搬了家后，我可以远远望见人类旗帜上的图腾，和红红长得一模一样。有一天，一个误入森林的小男孩落下了一本书，我偷偷拿回家看，书里密密麻麻的字我看不懂，但还好我看得懂里面的插画。书中描绘到，天龙爱上白蛇，被天道惩罚，贬下人间，投胎为火蛇。火蛇护佑一方百姓，使人类免遭祸患，被奉为蛇神。可蛇神对白蛇痴心不改，就算被贬到人间，排除万难也要和白蛇在一起。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看得意犹未尽。后来呢？蛇神和白蛇怎么样了？红红看我一天到晚看书，都不看它了，气得把书撕成碎片，然后心满意足地缠上我。蛇蛋宝宝已经出生了，我才知道，原来有着红红基因的蛇宝宝生命力顽强，不用孵蛋，自己就能破壳。
那意思是说，就算当初我不孵蛋，红红也会出生了。既然红红不是我孵出来的，那我就不是她老婆。看着这一窝可爱的小蛇蛇，身体也是火红色的。红红看着我突然有点害羞，想到以前红红对我这么好，每天给我捕猎食物，保护我，从一条要我呵护照顾的小蛇蛇，变成了如今这般会照顾蛇的乖蛇蛇。蛇宝宝们刚刚出生，我放心不下，便让蛇宝宝们住在离我们不远的一处山洞里。然而是我多虑了，蛇宝宝长得既快，又不用吃东西，把森林闹得天翻地覆。群蛇求着我们看好屁孩子，红红不以为意，对蛇群的告状不置一词。再后来，人类遇到了千年未有的瘟疫，成片的人倒下。我看见红红的鳞片发着光，接着红红居然升到半空中，红光大亮。红红消失了快半个月，回来时奄奄一息。听说蛇神显灵，人类获得新生，四方朝拜，香火绵延。人类大地上竖起无数蛇神旗帜，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就有对蛇神的崇拜。可我不要什么蛇神，人类的命运也与我无关。我只要红红，我只要红红好好的。温凉的液体从眼角滑下，后知后觉的，我才意识到自己像人类一样大哭了起来，泪水哗啦啦的流。宝宝别哭。我听见虚空中传来红红的声音，接着身体轻盈起来，慢慢的飞向空中。天龙形态的红红在天宫门前迎接我，天道的考验我们闯过了，至此飞升为神，位列仙班。红红在天宫里有好大一座宫殿，我们睡人类的真丝大床，喝琼浆玉液。红红还带我去吃蟠桃自助餐。有时我想我们的孩子了，红红就带着我下凡去见见他们。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人类把森林建设为特级保护区，呵护森林的发展，而森林里的蛇群已经大唤醒。经过几代的繁衍，清一色的火蛇占据了整个森林，随便在地上抓条蛇，都可以算是我的曾孙。回到天宫，红红缠着，等红红终于睡着的时候，我才拿出下凡时偷偷捡回的蛇神画本，在最后一页画上2条缠在一起抵头而眠的蛇蛇，随后往虚空里一扔，书本穿过层层云雾，跌落到凡间。后来的某一天，这本书被一个小男孩捡回家。小男孩开开心心地推开爷爷的房门，爷爷，我在森林边界捡到一本书。老爷爷翻看画本，大吃一惊，小时候追的画本终于有了续集。爷爷眼中闪过泪花，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无忧无虑的日子。而这个老爷爷，就是当初落下画本的小男孩。